壮在森林中发现了一个野女人，她正在河里清洗。大壮本来正在打猎，此时瞬间呆住了。这原始的野性拥有着无穷的魅力。女野人一边泡澡一边抓鱼吃，简直是集美貌与力量于一身。大壮咽了咽口水，趴在地上怕被发现，远远地看着野女人从河里走出来，那无比哇塞的身材，放眼世界也是无敌的存在。大壮就这样呆呆地看了很久，对这野女人已经一见钟情了。大壮悄悄地跟在野女人的身后，看到了野女人在森林中捕猎，简直如同野兽一般，一路跟随到了野女人居住的山洞。大壮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回家后拿来了一张大网，埋伏在山洞外面。早上野女人刚一出山洞，大壮就把野女人给网住了。野女人害怕极了，拼命挣扎，无比的狂躁。大壮冲过来，用猎枪对着头部猛地一击，野女人就晕了过去。大壮把野女人带到了家里的地下室，用铁链绑了起来，双手被吊着，脚也被拴着。大壮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发现野女人全身都覆盖着一层黑黑的东西，这野性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让大壮非常的上头。大壮看了看野女人的五官，是非常的漂亮，就是这牙齿有点太黑了，就像是糊着一层黑巧克力。大壮用手指想抠一点出来尝一下，但没想到这时野女人用力一咬，大壮的手指头就咬掉了一根。大壮痛得大声惨叫，而野女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吃掉的这根是无名指。野女人把大壮的结婚戒指给吐了出来，肉已吃完，还不够野女人塞牙缝呢。大壮愤怒无比，直接就给了野女人一个大耳光。野女人非常抗打，根本一点事都没有。大壮只能连续的不停的打，手都打麻了。几十个巴掌之后，终于将野女人打晕了过去。大壮骂骂咧咧的去到房间，简单的包扎了一下，吃了点止痛片。大壮知道，要驯服这种无比野性的女人，是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。大壮再次来到地下室，跟野女人表达了自己的爱，希望野女人不要再做无谓的反抗。但野女人怎么可能轻易就范，恨不得将眼前的男人生吞活剥。大壮决定给野女人一些教训，在野女人的身体附近放上了金属档板，然后自己戴上了隔音耳机，随后拿出手枪对着女人耳边就是一枪，这枪声震耳欲聋，女人感到头痛欲裂。大壮表示，如果你还要反抗，我就再来一枪。野女人只能平静了下来。大壮决定将女野人介绍给家人，就把老婆、儿子和女儿全都带到了地下室。大家都惊呆了，女儿问这是怎么回事。大壮说出了他的目的，说他以后就和我们一起生活，也将是我的另一个妻子。而现在的妻子小美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女儿的心里也不能接受，这又多出来一个妈。反而是大壮的儿子小壮显得非常的兴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女野人，说她可是真漂亮啊。老爸也看出来了，这个儿子对女野人也有着浓厚的兴趣。大壮见妻子小美一直默不作声，就说你觉得怎么样？还不快点去给我的新妻子准备一点吃的。小美只能转身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的去准备食物了。女儿们也走了，只有小壮还一直盯着女野人。大壮只能说，儿子啊，你再喜欢这也是你的后妈，看看是可以，别动歪心思啊。1个小时之后，小美准备好了一盘食物，然后放在了女野人的旁边。小壮再用一根棍子将食物推过去，因为他们都怕女野人咬人，毕竟老爸的手指都被他吃了。女野人看着面前的这盘食物，用头猛地一甩就打翻了。女野人只喜欢吃肉，这种垃圾食物女野人没有任何的兴趣。大壮决定先饿她几天再说。晚上全家人一起吃饭，妻子小美没有一点的胃口，想着那个女野人将来要成为大壮的另一个妻子，心里就难受的要命。而大女儿也没吃什么东西，心情也非常不好。大壮就只能去到女儿的房间，给女儿做思想工作，希望女儿能接受女野人成为后妈。大壮跟女儿说了很多，女儿终于是同意了。而这时妻子小美来到了门口，听到了两人说的一切，顿时是心如刀绞。知道结婚10多年了，老公早已经不爱自己了，居然现在还爱上了一个女野人。回到卧室之后，小美还是终于说了出来，跟老公说，你能不能放走那个女人，我不能接受你们在一起。小美还没说完，老公大壮直接就给了小美一耳光，说我喜欢谁用不着你来管。小美捂着火辣辣的脸，只能默默地坐在床边上，彻夜难眠。3天过去了，女野人被关在地下室，什么也没有吃。女野人饿坏了，只能趴在地上吃那天自己打翻在地的食物。又过了2天，大壮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，就让妻子小美烧了几桶热水。大壮决定给女野人洗澡。女野人被饿了几天后，已经没有了脾气。小壮跟老爸说，我可以帮忙洗。大壮却说这事不需要你，你出去把门关上。小壮就只能失望地出去了。妻子表示可以去给女野人洗澡，但大壮却决定自己来。接下来大壮就开始干活了，洗得非常的仔细，从头到脚。妻子在旁边看到这一切，眼睛里闪现着泪花。大壮看到了妻子的表情，就一边洗一边说，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这是在做事情，我必须要慢慢的擦洗，才能让它干净。已经清洗了10多分钟了，妻子已经无法再忍受，慢慢的捡起了地上的大木棍，想将这恶心的老公打死。妻子一步一步的走过去，大壮正擦洗的无比认真，根本没有发现危险即将降临。女野人看到了大壮身后的小美，真希望小美能将这个男人打死，但小美最终还是不敢下手。大壮转身让小美去准备水枪，因为这身体用毛巾根本就擦不干净。小美很快就把家里的水枪拿了出来，而大壮把女野人拖到了院子里的草地上。大壮把水压开到最大，然后对着女野人就是冲。这强大的水流把女野人痛得狂叫。10多分钟过去了，大女儿发现再冲下去可能会把女野人给冲死，见阻止不了老爸，就只能冲上去把水枪的发动机给关了。女野人很感激大女儿，而且对大壮投降了，愿意接受大壮的所有要求。
大壮很开心，终于是驯服了这个无比野性的女人。大壮把女野人带回了地下室，女野人已经全身非常干净，完美的身材让妻子小美都惊呆了，难怪老公会这么的喜欢。老公见妻子那目瞪口呆的样子，大笑了起来，想到以后的美好日子，就乐开了花。大壮让妻子将女野人身上的水擦干净，然后让妻子去给女野人拿2件漂亮的衣服来。妻子拿来后给女野人穿上了。大壮见妻子是如此的配合，知道自己的目标已经快完成了。一会儿后，大壮给女野人端来了食物，喂给女野人吃。女野人实在是太饿了，狼吞虎咽的，一会儿后就吃下了一大碗。然后大壮再次的跟女野人表白，说只要你听话，以后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过上快乐的生活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大壮每天晚上都会悄悄地溜到地下室。小美其实并没有睡着，大壮的去做什么了，小美清楚得很，小美却只能忍气吞声。女野人虽然并非心甘情愿，但现在自己已沦为了阶下囚，也只能让大壮胡作非为。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被儿子小壮看在眼里，因为地下室的门上早已被小壮开了一个小洞，小壮心里看得无比的难受。小壮一直在找寻机会，趁大壮去上班了，自己就偷偷的从学校溜了回来，从工具屋里拿了一个钳子，就冲到了地下室。小壮也想学习老爸做过的事，但女野人根本就不能接受，被一个禽兽欺负那就算了，还要被你这么一个小毛孩欺负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但女野人双手和双脚被绑住，对小壮也无可奈何。大女儿这时正在家里看书，听到了地下室传来了很大的动静，女野人在狂叫。大女儿飞快地跑到地下室，打开门，顿时惊呆了，想不到弟弟的行为如同禽兽一般。姐姐大骂弟弟，把弟弟给赶了出来。大女儿看到女野人的身上已经受了伤，简直不敢相信弟弟是如此的暴力。大女儿给女野人穿好了衣服，女野人知道这全家人就只有大女儿是一个好人。儿子的禽兽行为被妈妈小美知道了，小美骂了小壮一顿，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这样的儿子。这时大壮下班回到家，小美把儿子和女野人在地下室发生的事说了出来。但大壮听到后却并不感到惊讶，因为大壮早就看出了儿子对女野人兴趣很大。大壮说这其实也没什么呀，他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在青春发育期，有这样的行为很正常。小美彻底的崩溃了，想不到真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大壮表示以后可以和儿子一起和女野人和谐相处，就别大惊小怪了。小美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了，终于是鼓起勇气给大壮说要离婚，而且还要带走2个女儿。大壮觉得小美离开了他根本就无法生活，10多年没有工作了，你还想跑？但小美却说，我必须离开，你就和你儿子一起和女野人过吧。大壮见小美居然敢造反了呀，猛地2拳打在肚子上，再猛地1拳打头，小美立刻就晕倒在了地上。大壮说想离开我，没门儿。大女儿想把妈妈扶起来，大壮却说你不要滚，敢扶我连你一起打。大女儿只能害怕的跑开了。而这时响起了敲门声，大壮怕被发现，就把小美拉了起来。原来是女儿的老师来家访了。大壮和小壮把小美放在了凳子上，大女儿怕被老师发现，不停地和老师说话拖延时间。老爸终于是让老妈像个没事人一样坐在了凳子上。大壮让老师进了屋，老师想让女儿的妈妈一起过来说一说女儿在学校的事，但大壮却说我老婆太累了，坐在桌子那里打瞌睡呢。大壮表示有什么跟我说就行了。老师就和大壮聊了起来，大壮说老师博学多才，简直是太漂亮了。面对一直不停的夸赞，老师越来越感到不对劲，就聊了一些大女儿的事情之后就要离开了。但大壮却不让老师走，想让老师今晚就在这里过夜。老师执意要走，大壮就只能突然一巴掌把老师打倒在地。大壮说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女儿大声的求老爸放过我的老师吧，不要对我老师下手啊。但大壮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，用绳子绑住了老师的手，一直拖行了几百米。女儿一直在旁边苦苦哀求，但是根本就没有用。大壮大声地说，他现在已经不是你的老师了，是你的后妈。女儿受不了了，骂老爸的行为如同禽兽。大壮一拳就将女儿打倒在地。今天这个老师他是吃定了。大壮将老师绑在了围栏上，屋外惊叫声把小美和女野人都惊醒了。大女儿还在地上痛苦地哭泣。大壮走过去说，你别哭了，你必须接受，不然我就打死你。面对凶恶的父亲，大女儿只能表面上接受了父亲的要求，承认了老师是她的后妈。现在大壮要来收拾老师了，决定把老师关去地下室，用对待野女人的方法将老师驯服。大壮把老师拖到了地下室，小壮去拿来了钥匙，打开了地下室的另一个门，这里居然还养着另一个野人。看来大壮已经不止一次干这样的事了。这个野人受不了大壮带回来一个如此漂亮的女人，直接冲过来对着老师撕咬，老师就被这野人咬得大声惨叫。大壮在铁笼外面问老师服不服从，答应做我的老婆，我就放你出来。但老师是坚决不同意。大女儿知道现在只有女野人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，就偷来了锁链的钥匙，将女野人的铁链全部打开。但老师现在却已经被另一个野人给咬死了。大壮看到后觉得这都怪这老师太过于刚烈，不愿意顺从自己，死了也是自作自受。小美现在也向地下室的方向走来，女野人此时已获得了自由，刚一走出地下室就看到了小美。女野人觉得小美就是大壮的帮凶，这种懦弱的女人不配活着。女野人疯狂地咬小美，一会儿后小美就被咬死了。小美的尸体被女野人给扔出了几百米。大女儿看到自己的妈妈被女野人咬死，心里也害怕的要命。接下来女野人拿起旁边的一根钢条，推开了房间的门。小壮和大壮看到后无比的惊慌，大壮急忙逃命去找武器，而小壮因为躲闪不及，被女野人用钢条猛地一劈，小壮就成了2半。这小恶魔就这样下了地狱。
而大壮还在手忙脚乱地找可以对抗的工具，刚拿起一把猎枪，但还是慢了一步。女野人用钢条捅了进去，一下两下三下，然后女野人用手伸进了大壮的胸膛，将心脏给掏了出来，当着大壮的面美美的咬了一口，这黑腥味道还不错。这大禽兽终于和小禽兽在地狱相见了。女野人走出了屋子，而躲在屋子里的另一个野人爬了出来，想认女野人当老大。女野人直接一巴掌，让野人知道了当小弟就要听话。女野人把大壮的心脏给野人吃，野人从来没有吃过如此美味的食物，原来是心越黑的味道越好。正当女野人想要带着小弟回到森林，这时小女儿却从家里冲了出来，走到了女野人的面前。小女儿一点都不怕女野人，还给女野人拿来了矿泉水，说姐姐辛苦了，请喝水吧。女野人大口的喝着水，觉得这小姑娘是真懂事，姐姐简直是吓惨了。来到小妹的身边，这时女野人伸出了手指，放到了小妹的嘴里，让小妹尝一尝黑心禽兽的血的味道。没想到小妹觉得这味道相当不错，女野人想让姐姐也尝一尝，姐姐不愿意。女野人把小妹带走了，去森林里一起生活。姐姐只能远远地看着女野人把妹妹带走。姐姐知道女野人是一个好人，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。从此，一个小野人诞生了，10年后将会是更加无敌的存在。